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第5天。早上起来我们就吃了一阵小雨，还好不算大。我们的帐篷没有起到，就是我们的住所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。其实我也是能把它弄得很好的，就是我们担心嘛，不愿意破坏很多的树，所以说就先这样维持了。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生活不是很久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检查我昨天布置好的陷阱。没有被触发，可能是我运气有关吧。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不可能说你每次布置第一天隔一晚上，或者说隔一会儿就有收获的。走，去看一下其他的陷阱。我昨天放了一些草，感觉有点少了，这个草，但是没有鱼。哎呦我操，什么东西？哈哈，呀大家伙！哇！摔晕了。哇，好大一条鱼，好大一条黑鱼啊！被我摔死了，现在是。这样它绝对跑不了了。上次我抓到一条，也是一条罗非啊，抓到几条罗非，这一失手啊，蹦掉跑了一条。这次它绝对跑。现在心情还是特别的激动的。我们这次打算改一下以前的风格，我们不能单烤或者单煮，我们这次要烤和煮一起的，一部分煮了它，一部分烤了。虽然说下了雨，但是找干柴的话也是不算困难的，只要不是特别大的暴雨，下的时间不是特别久，这些干柴树底下的干柴啊是都不会被全部淋湿的。这个我们就打算烤着吃，这个呢就煮。你看，它的鱼身上还是有这么多油的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把它油炸出来。这个油我们可以烧烤的时候用，也可以煮汤的时候用，这是传说中的鱼油啊。在上面刷点鱼油，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焦了。从早上到现在已经下了很久的雨了，看起来也不像停的样子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搬到岛的另一面来躲雨吃饭了。中间我们还暂停了一会儿，因为在躲雨了嘛。我们的设备都是怕水的，然后那边下雨的话，你也没有避雨的地方，只能先暂停煮了。做一个非常棒的防御效果的棚子，但是涉及到砍树太多啊，砍树枝太多，所以说我们就暂停了这个想法。哦，这样把它的刺全都剥出去烤，分开烤和炖，吃着舒服多了。啊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捕到鱼吧，还是挺幸运的，但我们感觉又是很苦逼的，就是下了很长时间的雨，导致我们在那里淋了半天才能吃上鱼。哇，饿了，好饿。
吃鱼先吃皮，满满的胶原蛋白啊。没有刺的感觉，吃上去跟肉没什么区别。我说的是牛肉，此刻我脑子里装的只有牛肉。但是吃鱼也不错。一点刺都没有。啊，真的太舒服了。我感觉喝这汤比吃肉都爽。也得感谢我们在这里第一天捡到了这个桶。今天这个鱼油炖的那个汤真的是太鲜了，我得多喝几口，堵不住了啊！现在是晚上的12点钟左右，我们睡了一觉醒来了。可能是因为白天下了一天雨的缘故，导致现在有点凉，估计最高气温的话也就24度吧，感觉有点进入海南的冬天了。我们的住所还是睡得挺好的，我们把睡的地方隔空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吵了，就是现在肚子有点饿。晚上我们想喝点鱼汤了，哇，剩下的骨头熬一熬的话也很有味道的。真的太舒服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的晚上是如何度过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第6天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个意外，小刘的身体现在肚子非常的不舒服，可能是这2天天气不好嘛，然后受潮的原因。昨天吃了点药也没有管用，所以说我们决定提前1天出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把陷阱还有我们的住所全都拆了，希望到时候我们不能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一些破坏嘛，所以说我们临走前还要收拾一下。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来，我的这个办法就是找一些树叶，然后把它捆起来放到河边。如果我们时间充足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利用上。可惜我们这次时间不够了，下午船员就来接我们，没办法印证它的效果了。这原理就是这些河里会有一些虾的，它们到了白天会找地方乘凉。如果说你把这些树叶、树枝放到河边，放得多的话，它们就会爬到你的树叶上面来乘凉的。就是你隔1天吧，或者说半天时间来取一下，就会获得一些淡水虾。下午可能就是船员就会来接我们了。昨天我还想呢，今天用这个办法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的荒岛生活视频暂时就告一段落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连续10多天没有吃好睡好，身体上消瘦了一些，然后也在这10多天中认识到了自己有很多的不足，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打算调养身体，然后一方面是学习，我们想提升自己的经验，然后想提升一下视频的质量。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会去好好的学习一下，然后顺便是调养一下身体。当然这段时间我们不会停更的，我们会继续更新我们的学习视频和生活视频。所以说希望大家持续关注。好了，大家下期见。